起床的时候，我会先整理床铺，把床铺好。然后再去浴室刷牙洗脸，刷牙洗脸之后会顺手就是擦干洗手台。出来之后就会顺手做一些家事，像是折毛巾、擦干盘子、微打扫、微家事，然后把昨晚用过的一些餐具把它归位。接下来我就会到厨房去煎太阳蛋，然后泡豆浆国宝茶。接着就会跟帅哥一起吃早餐。然后早餐的话，因为其实虽然时间没有很长，但是我们还是会用自己各自的盘子，然后稍微就是排好，然后有一种仪式感的那种感觉，然后2个人一起吃早餐。吃完早餐之后呢，我就会开始换衣服，然后化妆、打理仪容。因为我的衣服数量不是很多，所以其实早上换衣服的速度非常的快，就只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了，就不用烦恼说今天要穿什么。我觉得这样子对我来说很轻松。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就会写一下手账跟拍一些 IG 的素材。手账的话，我有可能会补前一天的日记，可能就是前一天太想睡觉，然后来不及写的，就早上再来补，或者是一些像是阅读手账啊，这些比较其他类型的笔记的内容，或者是可能今天有打算要做的一些事情，都会在这个时间把它写一写。IG 上的照片的话，我通常都会用 iPad 稍微做一些手写字的加工。最后的话，我就会到我的出门准备区去把外出要带的东西装进包包里，然后就可以出门了。我是卡信，这是我的简单生活。新单元挖家到你家，今天来到极简女生卡信的家。一年只有21件衣服的她，对于生活以及消费有哪些不同的想法呢？就像你，就像我，这是一个平凡的人。分享他的独特故事，期待也能引起你的共鸣。看下去之前，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先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请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是卡信，我是一个喜欢日本，然后跟极简生活的女生。目前执行极简大概已经有4年多，快5年了。如果喜欢像我这样子的生活方式的话，可以追踪我的 IG 账号。极简前的卡信是什么样子的呢？当初为什么决定开始断舍离呢？在极简前，其实我是一个很喜欢买文具，像茶具啊，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杂货控，就是那些东西我都非常的多，然后房间也都是处在一个很混乱的一个状态，就可能会看不到地板啊。这应该是很多人房间的样子。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然后会想要开始有极简或断舍离的契机，是因为那时候工作大概1年多的时候，我看到一篇网络文章，它是在介绍日本极简主义的一些人，然后他们的生活的模式。那时候我就觉得他们这样子的生活的情境很吸引我，所以就想要改变现在的生活的状态，就是重新找回一个生活的目标。所以就开始执行断舍离，然后慢慢走到一个极简的一个状态。因为有了一个理想中的状态，从杂货控变成极简者，放下对物品的执着。可以请卡信帮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房间的模样吗？听说卡信1年4季只有21件衣服，如何做到衣柜不换季呢？主要我觉得是你要挑那个衣服的材质跟你喜欢的款式，因为像我的话都是穿衬衫跟裙子，就1年4季长得都一样，但是材质上面可能我会分中等厚度的，就等于说它夏天到冬天都可以穿，你可能冬天里面只要加个发热衣啊之类的，或者穿厚外套就可以，然后夏天就袖子把它卷起来，
就可以了。挑选中等厚度的衣服，不仅可以穿着多季，衣服的数量也可以自然的减少许多。然后再来就是像下半身的话，我就是固定都是穿裙子，因为我发现我自己的身形就是我是55身，然后又是梨形身材，就是要盖住我的屁屁，就是穿裙子是最适合的。所以后来的话，我都是买裙子或者是比较像裤裙类的，而且我会遇到就是很适合我的款式，我就会直接买2件，就是就是包色，算包色啦。或者是我会直接买2件一样的，像我身上这一件连身裙，我就有另外一件是完全是一样的。运用制服的概念，如果找到喜欢又适合自己的衣服款式，不妨大胆包色吧。可以介绍一下卡信跟老公的衣柜空间是怎么安排的呢？就是这边的话，就是全部都是我的区域，包含这边就是会是我们的我的外出的跟内衣裤啊、包包啊都在这边，然后我们的毛巾，然后这边的话就都是帅哥的区域，他的衣服、外套，然后他的内衣裤，就我们其实这2个装的东西差不多，就只是他的跟我的，然后我们的包包这样子。2人共用的衣柜居然可以这么整齐，那下面的抽屉放了哪些东西呢？然后下面的话，这里就是会有帅哥的裤子。他的裤子是放这边，然后跟我们一些衣服，像熨斗啊、衣服保养的东西，这边是一些我烘焙用的东西，然后在下面就是一些我们料理用的食材，或者是一些食材的备品，就放在这里。更下面的话，就是一些替换下来的这些毛巾，之后会当抹布，然后还有一些冬天会用的一些披肩。这是那个帅哥在用的，然后一些像保冷袋跟外出的折叠的旅行袋，所以其实我们的衣柜就不会只单纯放衣服，它放了各式我们生活会用到的东西。然后这边的话，其实就有我们练弓道的弓道服啊，然后我们比较长的外套，就比较长型的外套，还有帅哥他的夏天的睡衣跟他的西装，然后这边还有放我们备用的。就是被单，然后我们是用就是把床单跟这个床包都是用挂起来，直接挂在衣架上面的方式。然后下面的话，其实大部分都是帅哥他的东西。然后这个是我们一些电器的用品，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之后可能会离开家里的东西，就暂时先放在这里。从衣服到备品，妥善安排空间。衣柜不只是衣柜，也能顺手收纳各式生活用品哦。一定有很多网友想问，卡信曾经有觉得衣服不够穿的时候吗？不够穿不会，反而会觉得说选择太多了。这应该，我觉得女生应该比较少有这个困扰，因为像是衬衫的话，我可能就会有，你看我就有3件可以选。我觉得3选1对我来说已经有点太多了。我希望可以2选1，或者是只要选一种选择就好。就是像我最近我就很常就是这一套，就每天都穿这一套，因为我有2件可以替换，就觉得很轻松。冬天寒流来的话，大概会怎么穿搭呢？冬天寒流来的话，我这个裤子下面一定会再搭像是这种裤袜，或者是那个发热裤，然后里面的话就是发热衣，所以我这边也有发热衣。就是比较厚的那种发热衣，然后再加上外套，因为我的外套种类还蛮多的，就像这个比较薄的针织外套，跟这个比较厚的，然后或者是配这个羽绒外套，然后我有比较长版的大衣，所以就是靠外面来做变化。原来这些数量就够了，衣服只有21件，也可以有很多搭配的小巧思。大家不妨回家数数看自己有几件衣服，有可能会发现自己需要的其实并不多哦。接下来麻烦卡信跟我们介绍一下房间的另外一边，好特别的梳妆台哦，这是哪一家的产品呢？那这个桌子的话，它其实就是那个无印良品的梳妆台，然后它因为还有镜子的功能，再加上它体积其实蛮小的，所以可以放一些像梳子啊，或者是吹风机啊这些我们就是打理仪容的一些相关的东西都会放在这边。然后它也有就是像这样这个小凳子，
对，坐在这边就是高度就很刚好。盖起来是桌子，打开来可以收纳保养品、化妆品，好实用的梳妆台。我保养品的话，其实就是2罐，然后这一罐的话就是保湿的，就比较是冬天会用，夏天的话我就基本上就不用了。然后另外一罐就是痘痘，因为有时候生理期会长痘痘啊，对，就会有需要它，就这2罐。化妆品的话就是这3样，就是粉饼，我比较喜欢用粉饼，因为粉饼比较快，你上妆或补妆都很方便。然后另外就是水润的唇膏跟无印的这个眉笔，就这3个东西。极简护肤反而不会造成负担。我们还发现卡信把原先装棉花棒的盒子拿来收纳隐形眼镜，一格装一边刚刚好。开始练习极简了之后，都没有遇到困难吗？每个人都有一些难以割舍的东西。卡信在断舍离过程中最难处理的是什么？可以给有相同困扰的人一些建议吗？我觉得比较困难的可能就是你要持续的进行这一件事情，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断舍离你可能要短时间内就要处理做完这件事情，但对我来说断舍离它是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可能说我一辈子都需要做这件事情，所以你只要把这个长度延伸到很长一段时间，你就不会有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所以遇到那种很难割舍，我都会想说啊，算了，没关系，我这一次丢不掉，我过一阵子再来看。就是几年后，你就会发现，怎么会有这个小废物在这里？所以我就觉得是时间跟你需要一些自己的一些内心的一些整理之后，你就有办法去割舍这个东西。你在判断一个物品要不要留的时候，我取决的基准点的话是使用频率跟我对于这个东西它喜欢的程度这2个。因为其实使用频率是偏比较理性的，然后喜欢程度是感性的，这2个你可以去找到一个平衡点，就是你可能会得出一个综合比较高分的那一样物品，它就是适合留下来的，然后比较低分的你就可以慢慢的把它割舍掉。我觉得这是一个蛮不错的，然后不勉强自己的一个方法。把时间拉长，就能减少整理的压力。就算一时无法断舍离，未来也还有机会。很棒的观点耶！感谢卡信的分享。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书桌区。喜爱阅读的卡信，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书籍收纳吗？我的书的话，目前纸本书的话，就只有这3本。就是3本书，就是我决定会留下来一阵子的。然后大部分纸本书我就是看完之后就会拿去读册把它卖掉。然后现在大部分都会是看电子书，就是有阅读器之后，大概8-9成都是用电子书。所以就是你会少了很多放实体书的空间，然后跟花在上面的一些整理的力气。我觉得这样子比较适合我。据说这张书桌是新的，购买时有哪些小故事呢？这张书桌其实我们那时候决定要买，是因为就是我发现说，因为我长时间会在用电脑，然后用就是工作，就是需要一个很正常一点的书桌。因为像我之前的话，就是用梳妆台，或者是用这个推车，就是其实都很不舒服。就是你要坐8个小时，或好几个小时用电脑，真的是整个你的腰啊，整个就是非常不舒服。所以后来才决定要买一个正常的书桌。然后这张也是我们那时候挑了很久，因为要符合就是整个房间的风格，跟它的尺寸，跟它的有收纳的这个作用，所以找了很久才找到。而且这一张书桌就是等了3个月的时间，从日本运送过来，所以到现在我还是很喜欢、很满意买了这一张书桌。对，我觉得它还是会陪我到可能几10年吧，对。就像用了10年的马克杯，因为真心喜爱，每次使用都很满意，也能一直持续使用下去。最后，这一面无印良品的柜子，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一些茶水区，然后这里的柜子的话也都是无印良品的，就是他们有不同的款式，都可以互相的做搭配。然后像这4格的话，都是放一些我们的餐具
跟就是碗盘之类的。然后这个比较高的话，我们是放保健食品啊，然后冲泡饮品、调味料这一类型的。然后上面有这个空间，我们就拿来放每天都会用到的碗，因为每天都会用嘛，所以你这样取用其实也不怕它长灰尘，又可以当就是装饰性的一个效果，我觉得很棒。然后另外这边也是这2格也是餐具，然后这个是帅哥他的出门准备区。那下面的部分，这个就是一些我们重要的一些文件，在更下面这个就是放我们一些公道的一些备品类的。像这一格的话呢，这个其实它没有任何的，它里面放的是就是其实用来藏电线的一个功能，就里面会有那个延长线跟一些充电的那个插座，反正就是全部往里面塞就对，这样就看不到。然后这2个的话也是无印的那个档案盒，上面就是放一些打扫的用品，然后下面这个就是比较怕湿的一些备品，像牙膏、口罩，然后跟洗发饼。这一区整理的美观又实用，卡信建议大家选购同品牌的收纳用品，之后要添购其他零件的话，就会更方便哦。参观完卡信的房间，我们发现几个很特别的地方。衣柜里这张小纸条是什么呢？有什么用途？这张的话是我们叫衣柜地图，它主要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就是整个房间里面的所有人都知道说东西摆在哪里。像你上面就会标示说是我们的共同的物品，还是帅哥的，还是我的，就是上面就会写一些简单的标示，像什么行李箱啊、外套啊，然后公道的啊，然后食材啊，简单的讲一下位置分区。这样子的话，就是大家都会知道说东西要摆去哪里，就比较不容易乱掉。那这个藤边圈圈是什么嘞？这其实原本是公道用品，它其实是装咸的东西，但我后来就是觉得说它有点太小了，然后但又觉得说它长得很像就是那个藤制的那种锅垫，然后我们就真的把它拿来当锅垫，就算是闲置物品再利用的一个概念。好聪明的再利用！我们发现卡信会将不起眼小物重新找出新用途，像是无印良品的包装棉绳变成圈圈挂钩，可以将抹布挂在顺手的角落；手工艺多余的剩布上下绑起来就可以收纳口罩，还是抽取式的。这些生活小聪明，大家都可以学起来哦。此外，我们还发现卡信运用了很多悬挂收纳的技巧，像是书桌的部分。我的话，我使用习惯是尽量就是不要台面上不要有东西，这样我可以做任何的事情都比较方便。所以通常就是只会摆相机跟杯子这2样，然后这些东西都是用完就是放到他们该去的地方，或者把它收进抽屉里面。然后像是比较常用的东西，剪刀啊，就是开包裹或剪什么东西的，我就挂这个，就是这个是那个窗帘的那个挂钩，但是因为没有在收窗帘，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挂钩的功能，就挂了剪刀跟就是去外面捡来的这个不知道什么的刷子，然后拿来当打扫用。浴室也运用了很多悬挂收纳技巧。像我们比较常用的话，我都会把它吊挂起来，像牙线啊、牙膏啊、抹布跟擦手巾都放在这边。台面上的话，我们就尽量比较不会摆东西，像牙刷也都是把它挂起来的。我们用这个镜柜，然后里面就是会收一些像打扫的用品跟就是比较不常用的东西，就收在里面。几乎没有在房间里看到备品。如何抓备品的数量，避免囤积呢？就是你一刚开始，你可以先用纸本去记录，说你每一个东西多久要补货，然后可能会设定，比如说3到6个月可以用完的量来买。像尤其是我会选体积比较小的，像牙膏这一类型，然后体积大的我就不会买备品，就因为随去楼下可能就买得到，我就不会。通常沐浴乳你也要可能也是半年才会用完之类的，所以我就觉得不用囤一罐在家里。卡信有买过无包装商品吗？可以分享相关心得吗？
无包装的话，我会买一些清洁用品，像过碳酸钠那些粉的，一次买1公斤，但是他们就会用重复利用的一些包材来装。在网络上，然后实体店也有，像我之前也会去填充，像一体皂或者是像海带芽、果干这一类的，其实也都买得到无包装的。就大家可以视自己的需求，但无包装的好处就是它可以比较少量购买，就是达到不浪费的这个目的，你用多少买多少。被淘汰掉的东西如何处理？衣服类，因为我现在衣服通常都是穿到烂，所以基本上就是直接把它丢垃圾桶，或者是我之前有把一件亚麻衬衫，就是把它剪成一小一小块的布，就是当抹布或手帕来使用。像书的话，我就是大部分都会送去读册，但是有一些像日文学习类的我就会直接在虾皮买，因为它是使用过的，就读册可能比较不熟。然后或者是像一些原文的书籍，我之前是会直接拿去图书馆，就是捐给图书馆。都不知道要送你什么，对极简主义者来说，最好的礼物是什么？我觉得是消耗品类的，就是它会消失的东西，像是我最常收到的是茶叶，或者是什么小蛋糕啊这一类型的，就是你会收到会很开心，那一天有了一个小东西可以品尝，觉得很棒。很喜欢卡信爱物惜物的心态。请问卡信有哪些选物想推荐给蛙家的观众呢？比不粘锅还不粘的铁锅。煎蛋的时候，我们很喜欢用的锅具是用铁锅，因为铁锅它可以长久使用，而且它非常的不粘，比不粘锅还不粘。隐藏版MUJI好物矽胶锅铲。然后另外我喜欢用的锅铲是无印良品的矽胶锅铲，因为它体积比较小，然后你要做什么动作都很灵活，所以我觉得它是我厨具的第1名。万中选一的茶壶，益宝堂急需壶。这个茶壶的话，是我第一次去日本，大概是2015年的时候买的。然后它其实去年的时候被帅哥打破，我们又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过去拥有那么多个茶壶之后，这一个是用起来最顺手，然后最符合现在的生活模式的一个款式。Kobo 电子书阅读器，只会后悔怎么没有早一点买。因为我会常常每天都会带出门，所以我在选的时候就是选最小尺寸的，就是6寸，就是你单手做捷运的时候也很好操作，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买这样子，所以最基本入门款的就不需要太多功能，因为我只是单纯看书的部分。然后电子书跟我们手机看最大的差别就是它比较不会有蓝光，因为它字体不会发光，所以它阅读上起来的感觉跟看纸本是差不多的。然后里面可以放超多，可能放个几千本书都没有问题。而且电子书它本身单价会比纸本书再低一点，但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它不能转卖就对了。对，但是如果对于喜欢看书的人的话，你会觉得说买了电子书实在是太值得，就是后悔的点都是怎么没有早一点买。比想象中更吸水舒适的布卫生棉，就是想要跟大家推荐布卫生棉这个东西，因为它其实就是比较舒适的卫生棉，而且它可以重复的使用，我已经用了大概3年多了。然后它其实跟一般卫生棉很像，就是它有分这种夜用型的就是想想这么长，跟这种普通的，然后你可以因你的精血量去选择适合的一些材质，像这种绒布的，它就是吸收力很强，而且它很好清洗，基本上用清水这样冲一冲，8、9成的血渍都可以洗掉。然后就是使用完之后就是泡水，然后泡那个肥皂水或者是我都会泡过碳酸钠。就是泡一阵子之后再洗，它就可以变得跟就是像新的一样，干干净净的。然后它也可以直接丢进去洗衣机里面洗，所以其实它没有像使用上就是大家想的那么麻烦。但是就是在刚开始，它可能成本会比较高一点，因为它每一片大概都是要200-300块，然后你可能经期可能要准备个10几片。前面你要洗，你要去适应那个新的一个使用习惯，
就可以建议大家前面可以先买个几片，先试水温，在家里的时候先试水温，觉得 OK 了，再买更多的量，然后整个经期都使用布卫生棉。感谢卡信好物推荐。最后，我们还有几个问题想问你：极简后的好处，例如时间、金钱上的变化有哪些呢？我觉得时间会变多，因为你少了很多要去整理，然后买东西的时间。我觉得钱的话，减少的部分是减少乱花钱的频率。就其实我现在买东西都会买我真正喜欢的，然后真正喜欢的它可能会是比较高价，因为就是品质跟那个价格基本上还是成正比的。所以你买一个贵一点的，然后好一点，你可以用很久。像我有一些像茶杯啊什么的，其实他们价格都有一点点高，但是我可以用个10年、10几年，我觉得这样子是非常值得的一件事情。另外，我觉得有一个很关键的是，因为你透过断舍离的过程，你会更了解自己，所以你可以在你的极简生活中，因为你越来越了解自己，你就可以把你的生活导向你想要的理想的状态。像我就把我的房间布置成我想要的模样，然后把我的整个工作啊或时间安排的模式也是弄成我希望的样子。对，我觉得这是对我蛮大的一个改变。很多人尝试断舍离后，经常会出现丢过头的状态，甚至把自己的兴趣全部丢光光。据说卡信也曾有这样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丢过头的话，我觉得有时候是需要旁边的人的一些提醒。因为我那时候丢过头就是在一个聚会上面，就是有一些社团学长姐说他很喜欢看我写手账的内容啊，但是那时候其实我就是极简到想要把手账这个兴趣也把它丢掉了。就是因为这个提点，我才想哦，对，我已经过头 over 了。我极简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要就是去经营我自己喜欢本身的兴趣，不想要浪费时间去处理那些没有必要的事情。所以就是这个点醒我，到现在我都会保持的这个初衷，就是我极简是为了专心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所以这个准则是不会再去有任何的变动的。不是极简变成零，而是有意识的选择做最喜欢的那一件事，心无旁骛，专心的去做。这个过程不仅疗愈自己，也是疗愈别人。极简路上受启发的人事物，请卡信推荐极简必读书单或电影。其实我最推荐的，那时候最启发我的一部日剧叫《我的家里空无一物》，它其实是改编一个叫环利武的这个漫画家他自身的故事，然后它是一个很简短的一部出日剧，它每一集大概都只有25分钟左右，然后只有六七集，然后你看了就会很想要跟着一起丢东西。我那时候这一部影片我大概看了3次。三四次，然后还存在各个的那个装置里面，然后每次就拿出来复习一下。然后之后的话，我推荐的书籍部分，我会推荐《我决定简单的生活》。这一本书的话，其实也是在极简生活里面算是一个很多人都有看过的一本书。然后它作者是日本的一位极简主义者，他叫佐佐木典士，然后他也是一个出版社的编辑，然后他从购物狂啊，就很多兴趣的一个人，然后变到极简主义的这样子的状态。他会介绍极简主义是什么，然后他执行极简主义的一些心得跟想法。所以这一本你可以很彻底的了解极简主义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它绝对不是把东西丢到没有。你会知道说，哦，它就是你要选择用最适量的东西过你想要的生活，用最适量的东西过你想要的生活。感谢卡信今天超棒的分享。看完今天的影片，你喜欢这个新单元吗？还想看我们开箱谁的家呢？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挖家到你家是一个常态征稿的新单元，欢迎大家点选资讯栏里面的链接报名。不管你是收纳、极简或是 DIY 达人，都欢迎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期待下次到你家。任何疑难杂症，欢迎留言或私讯。追踪 IG 看秘籍，加入社团，还有各种达人帮你。最后记得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锁定蛙家每周3更新，带给你一则让生活更美好的优质内容哦。